那我也想再问问师母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就是你看不惯宋恩牧师身上的一些毛病，而这些毛病呢可能不像是说你将来也能跟他一样的习惯的或者说你可能会改成像他一样，你可能也改不了，但是你仍然可以接纳，而且是用盟约的这样的精神来接纳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我觉得之前一直以来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我觉得他也可能也无意识，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哈。可是我就是很不舒服，就是他有时候会用负面的方式，甚至有时候表达一些正面的方式，他有时候是用否定句来传达。你知道我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的，马上就会告诉你，你这么着不对你这个菜做的就不好，还不如别人家。虽然而且还常常会用说虽然怎么怎么样，但是后面就是一个否定马上就把对方否定了。对，直觉反应，他就是会先挑毛病，先找问题。对对对，可能是因为这样让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工程师材料毕竟他大学是学化学工程的，但是在关系经营上就很难受对不对？一进门就先你为什么我还没洗？猫怎么还没喂衣服怎么还没弄好怎么哎呀，我先听了就晕了，对不对？咱们一天已经8小时没有见面，你怎么一见面就挑毛病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用否定句来出发，就是怎么不行不能做不到怎么可能呢？这等等然后我有时候气的，我就讲了不行不能不可能，这是你的口头禅吗？这么多不行不能不可能，一开始待在台湾就好了。有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给他一点意见他就先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行，这做不到吧？这个如果人家不行怎么办？如果人家拒绝怎么办？这先把自己全部都包住了我就火了。这么多不行不能不可能，什么都不要做好了，搬回去最好，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不出话来，这样就类似这样。就一个就是先挑毛病，先找问题；第二个就是不相信可以，然后不管是想法上或是表达上都是就是负面的，就是不行不能不可能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很难受的，特别我的爱的语言是正面肯定的言语嘛那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做了很好吃的菜，老公怎么样他就说太咸了。我咸不咸我不知道我也会尝嘛，对不对？问你就是要给你做球，让你机会讲好话好听的话来互动嘛，你一下子就崩了，对不对？就生气了，对不对？就怎么总这样呢然后那我还好，我以前是做小学老师的才艺老师的嘛，所以我很会来再一次给你一次机会来好吃吗？说吃的喜欢吗？他就只好再一次。我觉得碰到我这种老婆也很绝，你知道吗？做我老公也不容易但是这个方法也蛮好的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用启发式的这种问题告诉他你的需要，这个是个很好的技巧就是老公你刚才又批评我了，好再来一次夸我一下吧对其实挺好的方法呀真的不错不错不错。好，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对，不是所有人都骂回去对吧接受。我老公我觉得感谢神虽然他都是老师的孩子，他父母都老师可是他并没有养成一种就是好像我这样对他就觉得你看不起我，你就想要改变我，你就想要教我然后就反抗。还好不是很严重我看过其他老公更严重的，就是我就会比较就是老公我其实要的是这个，你可不可以再来一次？然后再来一次就可以再一次机会练习失败，再一次练习多一点练习机会他比较我觉得有愿意的心有差，以前不会。这个师母你是不是也是学来的？就是说要再给对方一次机会，让他来表达一下，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一般的做妻子的想不到，因为比如说老公说太咸了那我们立刻的感觉就是生气了嘛，然后就不说话了嘛，然后可能就等着
等着你，你等着我，我接下来我就该说你了。你看你这个门怎么没关好啊？你看你那个布怎么放在那儿了，对吧？我就该挑你的毛病了。一般呢，就是说我们都会把这个拳头缩回来啊，等着到时候重重的给你一拳。那但是师母这个方法比较好呢，就是我已经让你知道我对你所说的不满意了，对吗？然后我明着告诉你，然后呢就让你来反应，你呢配合我一下，你来改变一下刚才你所说的那个不好的地方哈，改变一下你的态度。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快的化解矛盾的一个好方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呢要总结的一些小技巧了。特别好，谢谢。说的非常好，我觉得你提醒到我，一开始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我期待你应该要这么高，你做不到，我先发脾气，要不然就是我也不说我的期待哈，比较常这样。那后来我先生好像到某一次他就发作了，他就跟我讲了2点，然后我就醒过来说，哦对哈，第一点是他就指我跟猫咪的事情，就说为什么你把猫咪当作你的家人？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你把我当你的家人。猫咪咬你，你也会包容它，你会给它机会，你不会好像就是给它弃养，对不对？可是你对我好像不是那样。然后这是第一次，还有一次呢，他就反映说，以前对学生对孩子，你就可以这么有耐心，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成长。为什么这些耐心不能用在我身上呢？他就这样说哈，我就傻了眼哈。为什么他聪明，他很聪明，他会提醒你。对对对，这个也不是所有丈夫都做得到的，因为有很多丈夫就不说话，会很生气，然后就发别的脾气。像刚才我们讲的，他会找别的茬，或者是说互相的，就是越来越升级的去争斗。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最好的点就是都说出来。都是正面的，直接表达出来，我对你的有什么不满，你可以改吗？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背后的一个语言嘛，就是我对你有不满，然后你可以改嘛，然后给你机会去改，是吧？我们真的也不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我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真的也不会猜不到啦。那我真的就是我把话说出来，讲在前面，这是我要的。你可不可以往那方向努力我希望讲各种好听的、肯定的、鼓励的话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习惯，也以前家里没有这个环境也没有这样的教导，他就要练习。那我觉得很感谢主，他也知道自己没有，所以他愿意。所以我刚刚回到最前面讲，愿意的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愿意，先不要讲我做不做得到，有没有这个能力，问题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的时候，我也不想学，我也不愿意改变，对吧？那像讲好听的话，讲亲爱的话，讲鼓励正面积极的话，不是我老公的长处，也不是他的个性，他没有这样的习惯，完全没有，反而是很多的负面打击人挑毛病但是他愿意改。好，那他只要有这个心存在，好，技巧怎么样，咱们都可以慢慢调整他，多一点空间，多练几次，那个没关系，可以改变，但是有那个心就要鼓励。有时候他做的我想要9分，他只做到3分，你也要为那3分感恩、感谢、赞美主，肯定鼓励他，对吧？而不是说为什么你还讲得这么不好呢？那你用负面只会引发更多的负面嘛，对不对？也没有办法让他有积极想要更努力的心他如果哪一次他做得好，有一点点进步，你就看到那个进步，把它放大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在以前带才艺班教孩子的技巧从我先生那时候提醒我开始，我就开始注意说对成人学习、成人改变也是跟小孩子一样，需要步骤、需要时间、需要阶段性的嘛。为什么我不能把这样子的耐心放在我先生身上呢？可以的，也是必须的，对吧？他也是需要鼓励的，他也需要肯定，他需要看到我有注意到他的努力跟进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了这个愿意的心，再来进步就好。这个要看。对，我想这是最聪明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宋恩牧师也讲了给你2个最好的例子，为什么你能对猫这么好对我反而不行？
为什么你能对孩子这么好，对我反而不行？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想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爱不太够哈，我们的爱不是从这个神来，是从自己来的啊，从自己的感受来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丧失了这种爱的耐心、爱的动力啊。那今天就是特别好，不光有例子，而且呢还有这个怎么样来操练的这样的方法啊，直截了当啊，让我们学到了就是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不满呐，然后希望对方能够给我们正面的鼓励啊，不要藏着掖着，不要把它搞得很高深，让对方来总是你的心思我要猜啊，我们要让对方觉得说你不用猜，我告诉你，然后也直接的表达我需要什么。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出路让我们双方都来努力共同的在这里面进步我们就可以一致对外的往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或者是停止不前了，是吧？谢谢索恩牧师还有雪伦师母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好，那下一次我还是希望师母和牧师你们把你们生活中宝贵的经历和经验再一次的带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真是能够从真实的生活当中学到圣经当中的真理，好吗？谢谢你们。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